我在网上买了一张双人床，却忘记选择包安装服务，结果这一疏忽让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我不小心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前男友陆修远，他二话不说立刻就赶了过来。装完床后，他让我试试床是否结实。我疑惑地问：“这怎么试？”他却一把将我捞到腿上，笑着说：“你叫我来不是想要和我试试？”这场景顿时让我尴尬至极，满脸通红地说：“你误会了，我这床也是昨晚弄它的。昨晚半夜突然塌了。”于是我赶紧在网上挑选了一张新的双人床，没想到第二天就到货了。那巨大的快递几乎占了半个卧室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客服的提示，陷入了无语。亲，您没有选择包安装服务哦。当时买的太着急，现在天色已晚，也约不到装修师傅。我无奈地把客服的聊天截图转发给了昨晚床榻的罪魁祸首陆修远，问他：“你能回来安装床吗？”同时我还拍了卧室的照片给他。他在对面输入了好久，只回了7个字：“这种事情你找我。”我心里不服气，凭什么不找他？明明就是他昨晚把床弄塌的。我赶紧说：“早点安装好，你就能来睡了。”过了2分钟，他回复：“15分钟到。”时间过得很快，门铃响了3声。我穿着蕾丝睡衣，连拖鞋都没来得及穿，就跑去开了门。陆修远出现在门口，目光审视着我，说道：“你就穿成这样来迎接前男友？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和陆修远分手已经有1年了，都怪这2个男人都用纯黑色的头像，才会让我把微信错发给他。陆修远开始开快递，随口和我聊天：“你往床上放了多少东西，直接都给压塌了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衣服比较多吧。”我决定不告诉陆修远床榻的真实原因，和前男友解释这种事情确实很奇怪。室内空调冷气很足，但安装双人床真的很费力。陆修远累得大汗淋漓，不经意间，我扫过他的背影，湿透的衬衫下，他的身材线条尽显，肩膀宽阔，腰很精瘦。我喝了口水，移开了目光。不得不承认，前夫哥确实很帅，但我和他分手是因为他太无聊了，工作忙不说，床上也没情趣，万年不变的古板姿势，关灯后一句话也不说，甚至不许我喊他陆医生，实在是太沉闷了。最后我受不了这种沉闷，在事后提出了分手。陆修远坐在床边，双手在扣衬衫，沉默了一会，都没回头看我，问道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我坚定地回答：“认真的。”就这9个字，我们就分手了。他是个连分手都很沉闷的男人。安装好了，我的思绪被召回。他真够贤惠的，都铺好床了。陆修远坐上床，手撑在床沿，用力起落上下，连带着新的双人床也发出阵阵暧昧的响声。他微微偏头，唇角轻扬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说：“试试看，结不结实？这人是不是不对劲？”我犹豫着坐到他身边，像他那样上下坐床，硬着头皮试了3、4下。陆修远似乎在盯着我看，我羞耻的抬不起头，心里想：我这是怎么了？和前男友在这里试床？我准备起身让他出去，腰间却被他的手臂捞住不放。我直接往后跌坐，坐到了他微微敞开的腿上，温热的鼻息钻进我的耳窝，勾起微弱的痒意。他说：“你叫我来不是想要和我试试？”陆修远真是变了，变得会勾引人了。就连此时此刻身下的他也有明显变化。我的脸红透了，说：“你大概是误会了，我这床也是昨晚弄塌的。”可陆修远没认真听我的话，只用鼻尖轻蹭我的颈窝。他说：“你说早点安装好，我就能来睡了，是要复合吗？”我愣住了，和他复合？如果不是他突然出现，我真没考虑过。但要是说想吧，也就是刚有这个念头。陆修远捞过我的2条腿，让我侧坐在他腿上。他微微低头，温凉的唇落在我的额头，辗转到脸颊、下巴、脖颈。我被亲得迷离，指尖攥紧他的衣袖。不得不承认，陆修远的吻技好了很多。这时江源的语音突然来，我随意接了：“行，你今晚来吧。”“对，都好了。”我挂了电话。不知何时，陆修远站在我面前，正诡异地注视着我。他说：“你怎么是这种人？”我不解地问：“我是哪种人？”他生气地说：“我刚把床安装好，衣服都没穿上，你就让别人过来。”我看了眼烘干机的时间倒计时，说：“他过来要半小时，你顶多1刻钟就走了，压根见不到面的。”陆修远牢牢注视着我，唇线抿得笔直，冷哼了一声。我恍然大悟，难道他是想和我有什么进一步的举动，却因为被江雨安这个外人打扰而中断，亦或是觉得我在这件事上不够主动，从而破坏了他原本的兴致？要知道，陆修远在这方面一直都比较保守。我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那我编个理由，让江雨安今天别回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这也算是给他留足了面子。就在这时，烘干机发出了叮的一声，宣告着衣服烘干完毕。陆修远的脸色瞬间变得僵硬起来，他匆忙地穿上了衬衫，然后低下头去穿裤子。我告诉你，程依然，你可别搞错了。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不满，让我有些莫名其妙。我的面子也顿时挂不住了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贞洁烈男。我毫不留情地回怼了他一句，这下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，
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接着他猛地打开门走了出去。就在他即将出门的时候，正要敲门的江雨安明显怔了一下。陆教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雨安疑惑地问道。小江，陆修远皱起了眉头。你们认识？江雨安更加惊讶了。姐姐，我不是刚开始实习吗？陆教授是我的实习导师。江雨安解释道。原来陆修远是一名医生，而江雨安是他的医学生。我之前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，没想到他们之间还有这样的关系。陆修远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又问道：所以你住在他这里？是啊，这里离医院很近，通勤很方便。江雨安回答道。这让陆修远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想当初他也住在我这里，最后却被我扫地出门了。江雨安打量着我和陆修远，问道：陆教授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陆修远保持着古怪的沉默，我只好替他说道：那个，他是来帮我装床的，已经装好了。或许是觉得没面子，陆修远很快就飞快地逃走了。江雨安在原地一脸错愕，说道：姐姐，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，你居然叫他过来装床？他自己非要来的。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。江雨安低下头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老师是不是把我的拖鞋穿走了？只见那双男士皮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。我本想微信联系陆修远，却发现他居然把我拉黑了。江雨安放下猫罐头，过了一会儿，咪咪就钻了出来。原来昨天咪咪叼了个虫子上床，江雨安抓了一整晚，结果把床都给踩塌了。他显得很不好意思，我则淡定地说道：从押金里扣。到了夜里，我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毫无困意。江雨安在卫生间里发出了尖叫声，靠，好冷的水。陆修远下午冲的应该是冷水澡。我知道陆修远把我拉黑了，于是给他发了一些奇怪的微信。陆医生自己解决完就把我扔在一边不管了，真不是个东西，满是欲求不满的怨气。消息发送出去后，我怔了怔，然后秒速撤回了。没想到他居然又把我拉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看见了没有。我心虚的试探道：就是跟你说，你鞋子忘在我家了。陆修远的消息接连不断的跳了出来，我看见了，我不会过去的，别半夜给我发这种话。江雨安是我的学生，看来他是真的看见了。他这是进入贤者时间了吗？语气怎么这么冷漠？而且他是江雨安的老师，又怎么了？江雨安正好洗完澡，拿着小龙虾外卖喊我出去吃夜宵。我给陆修远发消息说道：知道了，江雨安喊我了，不能和你聊了。然后开始动手包小龙虾，一时之间也回不了消息。吃完夜宵快11点了，我才看到2个小时前陆修远发来的消息：我是业余的，床刚装好，可能会不安全。陆修远还真是个好老师，这么关心江雨安的安危。我直接回复道：才看到消息，我会让他小心的。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，真的输入了好久。我认真的等待着他的回复，没想到陆修远居然打来了视频电话。我正在卫生间对着水龙头洗手，手机屏幕里映出我的脸，整张脸被辣得通红，嘴唇也微微的干。我匆忙的关掉了水声。陆修远直勾勾的看着我，目光极其锐利，隐约闪烁着寒光。他用了你2个小时，你还能行吗？出来跟我，第2场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快到0点了，和前男友半夜出去吃夜宵。不了，我吃饱了。陆修远坐在单人沙发里，往后仰起脖子，手指烦躁地抓着头发。他的手机像是放在茶几上，镜头的角度是往上的，并没有拍到他的脸，只照出他有力的大腿、冷白的手腕、微微抬起的下巴以及锋利的喉结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女凝视角？就好像我跪在他面前一样。我完全没听进去他的话，只是默默地动手截图。姐姐，你这是跟谁视频呢？江雨安从门口经过，目光停留在我的手机界面上。没什么，我心虚地挂了电话。和年轻小男生合租，确实得严守分寸，免得他生出以身抵房租的念头。江雨安抱手倚在门边，目光中透露出一丝饶有兴致的意味。我看到你截图了，姐姐，你该找个男朋友，而不是和那些擦边男网聊。我甩了甩手上的水，说道：他不是擦边男，他是你的老师，这小孩子真没礼貌。江雨安挑了挑眉，说道：是房东姐姐的前男朋友。不是，就普通朋友。我从他身边走过。江雨安侧头给我让开路，走哪个路子的朋友啊？他说话肆无忌惮，视频不看脸，只看裆。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粗俗？要不是看在他姐的面子上，我立刻就让他滚出去。他姐可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姐姐，小心点，别被人录了视频。江雨安颇有深意地打量着我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现在的小孩脑子里尽是些黄色废料吗？他突然靠近我，眨了眨眼睛，有需要的话，不如找我啊，我年轻干净，还不要钱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我对上司的弟弟完全不感兴趣，就算真有需要，我想找的也另有其人。刚才被女学生撞见了，我现在回房间了，还视频吗？我趴在床上给陆医生发微信，你们因为我吵架了？吵什么架？你太多心了，他都没看出是你。哦，对话就这样被硬生生的切断了。我在发什么消息，陆修远都不再回复我了。我对着手机生着闷气。没过几天，江雨安也变得特别忙，每天凌晨2点才下班。我旁敲侧击地问他：你们陆教授也这么忙？老男人是个单身工作狂，天天盯着我干活，就好像对我有意见一样。江雨安此刻已然疲惫不堪，
脑海中竟生出了敌对的幻想。他见我与陆修远是朋友，便让我替他向陆修远求情。我随即给陆修远发去微信：陆医生，你自己忙也就罢了，就不能让学生早点下班吗？陆修远的态度极为冷漠，只回了3个字：工作而已。过了2分钟，他又发来一条消息，我没给他穿小鞋，我压根就没想替江雨安出头，只是找个借口想和他聊聊天罢了。我回复道：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。陆修远只是回了一个省略号。半个月后，我去医院看病，原来是内分泌不太好。女医生询问我最近3个月的生活频次，我无奈的扶额道：半个月前亲了个嘴，算吗？当然不算了。医生很委婉的表示让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我站在医院电梯里，陷入了沉思，心里想着该找谁睡一觉呢？电梯门缓缓打开，一大波医生涌了进来，把我挤到了后面的角落。陆修远穿着白大褂，站在实习生们身前，面色严肃冷漠，周身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场。江雨安在他正后方，闭着眼睛打着哈欠。与陆修远的精英气质相比，江雨安简直是相形见绌。我的视线越过人群，落在男人那优越的侧脸上，这不就是俗话说的瞌睡来了送枕头吗？上次他对我可是有想法的呢。我给他发消息：陆医生，上回没办成的事还能继续办吗？陆修远低头看手机，眼睛微微眯起，随即立刻锁屏了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仿佛做了亏心事似的，生怕被人发现。上班状态下的陆修远竟意外的显得很可爱。我玩心大起，又发消息道：陆医生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是不是得来医院看看？陆修远低头瞥了一眼，不动声色地挪了2步，站得离江雨安远了些。哪里不舒服？我注视着他打字道：浑身都不舒服。我想要挂陆医生的号，你可以帮我里里外外检查一遍吗？可能医生会比病人更清楚哪里不舒服。陆修远尴尬地轻咳了一声，默默地侧身站着，将手机紧紧抱在胸口。林女士，请你放尊重点，再不舒服也别找我，让江雨安给你看吧。他也太书呆子气了吧！我跟他说上床，他却跟我说看病。我不禁疑惑，我当初怎么就答应跟他谈恋爱了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我追的他，这就说得通了。可我只要陆医生给我看。陆修远突然指尖轻顿，悄悄地打量了江雨安一眼，又迅速收回目光。这套动作连贯下，就好像他没被人发现，反而蔑视了下江雨安。江雨安突然抬头：陆教授，怎么了？高冷的陆教授被吓了一跳。啊，我没做什么呀。江雨安无语地看着他。陆修远很快转身，低头回复道：在上班，别发了，求你了。在电梯里调个情，就把陆修远吓坏了。陆医生，我就在电梯里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陆修远个子很高，假装侧身回头，就看到了我。我给他抛了个媚眼，他匆忙转身，神情显得极为凝重。他们一行人很快就走出了电梯。我继续往 B2 楼层坐下去。门刚打开，我被人猛地攥住手腕，拉到了昏暗的楼梯角。我整个人笼罩在男人的阴影之下。程依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低头看着我，声音冷沉。我站直身子，抬头看着他，想约你，不行吗？陆修远冷淡地注视着我，不行，不行就算了，回头草不吃就拉倒吧。我走到亮光处，你等等。我站定转身，那人隐在昏暗里，身子往后倚靠着，指尖按揉着眉心。不能商量吗？这种事情让人知道了，我以后怎么做人，怎么为人师表？他用手握住额头，烦躁又幽怨。你先让那谁搬走？我皱起眉头，表示疑惑。为什么？陆修远正看向我，声线冷了冷。你别告诉我，你要和我在你和江雨安的家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当下他似乎很需要我给个态度。我怔了怔，当然不会啊，我准备订个酒店。陆修远沉默地盯着我，盯得我浑身发毛。我就只配住酒店吗？我不理解他的意思。陆修远已经去按电梯了，准备回去上班。我犹豫地问他，那酒店我订好了，再发你。他抬眸看了我一眼，你也装冰了？不用了，我没那么不要脸。电梯门关上了，我在原地沉默了很久。他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明明可以和我商量的，大不了我订个5星级酒店不行吗？我准备问问陆修远，关于不要脸这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却发现又被他拉黑了。这人真是神经兮兮的，总拉黑前女友。江雨安今天正常下班了，难得啊，陆教授终于做人了，居然让我回来陪陪女朋友。我在阳台弯腰逗着猫，你有女朋友了？没有啊，但我实习第1天就捏造了我有对象的人设，不然我不就成了最佳苦力？你也不怕挡了你的桃花？客厅里电视开着，江雨安躺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幸福无中。桃花重要命重要，我都跟同事说，我再这么加班下去，他指定得和我分手，或者是偷偷绿了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小众的苦主赛道都让你发现了。没人回答我，江雨安已经睡着了。我拿了条毯子给他盖上，坐到单人沙发里，顺势刷起了手机，居然破天荒地刷到了陆修远的朋友圈。他发了一张不露脸的腹肌照，指节分明的手有力地撩起下摆，露出诱人的薄肌线条。我点了个赞，觉得不对劲，又立刻取消了。这么高质量的朋友圈，就我一个人点赞，明显是仅我一人可见。我真怀疑这人脑子有病，约是约不到床上的，微信是拉黑又放出来的，勾引人的手段却停不下来。我气愤的评论又当又立，不到3秒钟他就把朋友圈删了。
感觉隔着屏幕有个玻璃心碎掉了。对不起，我愧疚的想死。陆修远说道，和你无关，朋友圈是误发出去的，我才发现就删了。接着又说，我让小江下班了，你以后别找我了，这样真的不好。他向来秉持着不喜欢在内部打招呼、行方便的原则。我回复道，以后不会了。我之前就是随口一提。还有，你照片拍的挺好看的。陆修远回应，你刚说的不是这样的。我随即发了个小猫咪疑惑的站起来的表情包。接着陆修远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小江在你旁边吗？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紧张。我从茶几上端起水杯，看了看沙发上熟睡的江源，说道，在啊，他早就睡着了，我在玩手机。你想说什么？那端的声音沉默了许久，在轻微细碎的电流声中，陆修远的每个字都显得极其羞耻。你说照片好看，那你想要和我视频吗？这竟然是他能说出来的话。我一口水直接喷了出去。江源也被我吵醒了，他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赶紧说没什么。好在陆修远也没有发出声音，我鬼鬼祟祟地回到房间，爬上床，对陆修远说，想我们视频吧。他双眼望着我，低头轻轻嗯了一声，然后把手机镜头对准了他的腰腹，双手往上脱下了短袖。他不仅身材很好，而且是冷白皮，那露出的红色印记显得格外醒目。我害羞的反手捂住嘴，才不至于发出尖叫。以前让他开灯他都不情愿，现在前男友却放得如此开。虽然看不见陆修远的脸，但他的声音带着轻微的颤动。冉冉，你能别盯着一个地方吗？我这才意识到，我炙热专注的目光已经把他从里到外都催熟了。我尴尬地咳了咳，抱歉，我察觉到了陆修远的失落，要不然公平起见，我也给你看。镜头里出现了陆修远泛红的面容，他敛下眼睫，语气回避道，不用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就刚才那个状态，他怎么可能是去睡觉呢？你又要自己解决。我沉默了一会，缓缓地抬眸看他，目光复杂难辨。那不然呢？当然是你可以约我出去啊。那不然呢？这算是什么反问句？我就静静地看着他，不说话也不挂断。陆修远似乎读懂了我的眼神暗示，他像是被迫接客似的。那你现在能来我家吗？真是倒反天罡，岂有此理！我简直越想越气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情不愿的。当初是我甩的他，不是他甩的我，好不好？到了，司机开门停车，我还自己打车过来。在昏暗的夜色中，陆修远站在路边等我。我一看他还挺乖，飞奔跑过去抱他，却被他局促地推开了。在外面别这样，他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。你能不能别这么保守？都什么年代了？我真的很无奈。陆修远拉着我的手往前走，什么年代也不光彩。等进了门，他倒是放开了，把我抵在玄关处，揽紧我的腰，缠绵地吻了起来。你不是说不光彩吗？我断断续续地喘着气，心中满是疑惑与不甘。陆修远却丝毫未受影响，低头肆意地掠夺着我的气息，目光中透露出一种颇为沉沦的意味。然而他说出的话却冰冷得让人心寒。你能好好享受，别说那种话吗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用力掐住他的腰，怒视着他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就我享受了，你不享受，你真这么不情愿？谁能强迫你吗？陆修远任由我掐着他，静静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那目光中透着晦暗幽深的情绪。接着他缓缓开口，是我错了，我生性不要脸，你随便说。说罢，他竟然一把将我往前抱起，径直穿过客厅，毫不留情地踢进主卧的房门。我被他大力地扔到床中央，紧接着他便附身而上。最后这场纠缠持续了2个半小时之久。陆修远陆修远瞟了一眼时间，低头以一个亲吻结束了这场情事。你在我这儿过夜吗？还是要回去？他低头垂眸看着我，表情小心而又认真，那模样绝不像是在开玩笑。我正在那里抬头久久地看着他，心中却空得发慌。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他却没有提半句关于复合的事情，反而问我要不要回家。现在这到底算是什么情况？我心里很乱，对他的行为感到极其抵触，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张了张口。那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？陆修远也沉默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，这取决于你的想法。好好好，死渣男，你真有种。陆修远似乎还想要过来抱我，我立即冷冷地推开他，快速捡起散落的衣服，我现在就回去。他连忙出言挽留，不能在我这儿过夜吗？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失落，让我心中更加恼火。我扭头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我是你女朋友吗？我在你这里过夜？陆修远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难看的低下头。他只敢用极小的声音回答我，不是，我不是他的女朋友。我带着满心的失落和困惑回了家，然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实在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陆修远从前明明不是这样的渣男，而且我感觉他对我是有感情的，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把睡得正香的江雨安叫了起来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她和前男友重逢了，2个人很有感觉，最后还上了床，但是事后这个男的就说他俩不是男女朋友，你觉得是为什么？江雨安用手撑着下巴，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敲击着，思考了片刻后说道，姐姐，你今晚9点半到12点出门了是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先说我朋友的事，你别问我的行程。
江宇安皱起眉头，那男的利用前女友没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站起身来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先回房间了。不是，你刚把我叫起来，你就回房间了？江宇安不解地看着我，我艰难地回答他，我回去告诉我朋友这个噩耗。江宇安警惕地打量着我，姐姐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废话，谁被白嫖了脸色能好？你半夜出去干什么了？江宇安继续追问，你说的这个朋友该不会是你本人吧？我连连摇头否认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江宇安眯起眼睛，就是你。他开始咄咄逼人，你最近遇见前男友了，半夜出去跟人家开房，还没落到个名分，是不是？我只是摇头否认，不敢与他对视，心中却明白事情确实如他所说，只是我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江宇安颇为无语，我让你找男朋友，没让你找前男友。我坐在阳台的藤椅里喝了一夜的闷酒，江宇安非要陪着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宇安打电话给医院请假。第一次陆修远秒接又秒挂，第二次等了很久才被接通。小江，你找我是有事吗？陆修远的语气听起来格外温和。江宇安也愣住了，陆教授，我请个假，我女朋友昨晚生病了。江宇安的女朋友俨然成了他的请假工具人。陆修远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又沉默了一会儿。严重吗？嗨嗨，我是说严重的话，带他来医院看看。谢谢老师关心，我今天想请一天假。江宇安盯着手机，眉头紧锁，满是困惑，心中暗暗想着，陆教授今日怎会如此惜字如金，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。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住陆修远，这个表里不一的渣男。渣男的消息也随之而来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是我干的吗？我也想回去陪你。隔了一夜才想起回来安抚，真是可笑。而且我根本就没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我是心里难受啊。我没好气地回道，你想来就来呗，谁不让你来了？陆修远回复，可我不想这样。我的沉默仿佛在空气中震耳欲聋。我准备去补个觉。江宇安去扯下沙发上的外套，不情不愿地在门口换鞋。怎么了？你要出门？我真是无语了。陆教授说他刚才忘了，上午有个重要的会，不能请假，让我下午再请。江宇安一脸无奈。陆修远刚才不是还在和你聊天吗？我也是一脸懵。我明明是在睡梦中被门铃声吵醒的，没想到陆修远真的来看我了，还带来了亲手熬的鱼片粥，只是他那副鬼鬼祟祟的模样，戴着黑色墨镜加黑色口罩，根本让人认不出是他。我嘲讽他，哥哥，你都28了，现在出道也来不及了。陆修远闪身进屋，抬手看了看表，我只有2个小时，江宇安就回来了，你先吃饭吧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你就这样怕他看见你啊？陆修远把粥放在餐厅，动手拉开椅背，转身冷冷地盯着我。行，我不怕他看见，我在这儿等他回来，在他面前跟你接吻，你开心了吗？我满是问号。陆修远，你真的神经，你去精神科挂个号吧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指尖轻敲着桌面，我回头去挂，你过来吃饭。不得不说，陆修远的手艺还真不错，鱼片粥很好吃。陆医生，对不是自己女朋友的人都这么好吗？我坐在他对面，眉眼微微一动。陆修远面色有些尴尬，我对女朋友更好。行，这是在讽刺我呢吧？我将勺子搅得飞快，声音中透露出咬牙切齿的意味。那祝你早日找到女朋友，而不是和前女友保持不正当关系。我特意把不正当关系这几个字眼说得很重。他往后一仰，闭了闭眼，把手机往桌上一搁，发出哒的一声。你能别总嘲讽我吗？然然，我知道我自己也有问题，我做好了被千夫所指的准备，可是你总是说我真的特别不好受。渣男话术到底进化到哪个版本了？我吃完了，站了起来，去医院挂号。我听不懂。陆修远低头收拾着餐桌，脸色显得特别脆弱。他拎着垃圾走到门口，时不时回头看我。那我走了。我没说话，陆修远也没立刻离开，而是直接放下东西走了过来，蹲到我面前，来都来了，可以亲吗？我无语地看着他，你觉得呢？他脑子恐怕真有问题，居然还自信地闭眼，抬头凑了过来，结果被我轻打了一耳光。陆修远的目光中透露出复杂的情绪。正在这时，门打开了，江宇安回来了。陆教授，你不在医院开会，怎么在这里？陆修远疼地站起来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反应极为不自然。那个你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江宇安说完后都想抽自己嘴巴。没事，你回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两人的表现真是半斤八两。江宇安目光疑惑地看着我，我随口敷衍道，我让陆医生帮我带份饭过来。我知道陆修远不想让人发现我和他的关系，他果然附和道，对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好一个普通朋友。我侧目睨着他，语气冷淡。哼，那你还不走？江宇安倚在门口往外张望。陆教授每次看见我都跑得好快啊。我唉声叹气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江宇安的心情都特别好。他说陆教授似乎很认可他的能力，在工作上对他很照顾，比以前好说话多了，还时不时关心他和女朋友的感情。江宇安都快良心发现了，我都后悔骗他说我有女朋友了。那你告诉他实话啊，那我不就成了欺骗老师的坏学生？江宇安打着游戏，我已经在铺垫和女朋友吵架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决定和他分手，觉得这样会很完美。他看到我后问，姐姐，
你和那个前男友怎么样了？自从上次鱼片粥事件之后，陆修远约我去他家见面，还特意避开他人的目光。我回了他一句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然后就看到他在输入，结果输入了半个小时都没发出来。他终于发来消息，你以前不是这样说我的，你现在骂我不要脸。你让我给你视频的时候，怎么不骂我不要脸？如果你那时候也这样骂我，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了。我也不想说你，但你自从上次以后对我的态度就很不好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又想和我分手了。上次他中途回来了，你还打了我，今天又骂我，我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。我看着这些话简直一头雾水，真的太抽象了。他是上网学了抽象文学吗？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终于发现他口中的他指的是江源。我赶紧解释，我上次打你和江源回来没关系，是你突然亲我，我不乐意。他回复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不怪你。你能来看看我吗？我最近状态好差，总和江源打听你，我怀疑你不要我了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我心里猛地一沉，完了，这可麻烦了。我在客厅找到江源，问他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你们陆教授精神有问题？江源抬头看我，没有。你把我游戏投屏的线踢掉了。哼，我疑惑地啧了一声，那他有没有和你打听过我？江源还是那句话，没有。你把我游戏投屏的线踢掉了。我沉默了半晌，扯了扯唇，对不起，我把你游戏投屏的线踢掉了。江源低头，哟，还踩着呢，姐。江源为此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配文是到底是谁看不见这么粗的 HDMI 线，配图就是我的脚踩着线。过了几分钟，陆修远转发了一篇公众号文章，标题是别找爱玩游戏的男朋友，为了赢会把你卖了。江源沉默地删掉了朋友圈，说这太巧了，姐姐，你说陆教授是不是点我呢？我也不太明白，不能吧，他可能是上年纪了，指不定过2天转发长寿秘籍了。陆修远还在给我发微信，江源就知道打游戏，你要出来和我玩吗？我问他，上次让你去挂号，你去了吗？他回复，想去，不敢去，都是我同事。他还拍了张月亮的照片给我，说你来见我就好了，有点渣，掺点疯，但又挺浪漫的。看着这照片，我知道他就在楼下。我在楼下左顾右盼，陆修远拉过我的手，躲到茂盛的树后。他一手搂着我的腰，一手按住我的后颈，正要低头凑过来，却突然生生止住了，目光深情专注地看着我，问我可以亲你吗？看来上次打他真的把他的胆子都打小了。我点头，可以。他听话地吻了下来。我们在月色树影里沉醉其中，身心都无比沉沦。等到我快要喘不过气，他才不舍得放开了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问那要去我家吗？我无语了，他脑子里好像只有那件事，就是让我去他家上床。我摆摆手，不了，我回自己家。陆修远像是被泼了盆冷水，目光幽怨地注视着我。在我快要走出阴影时，他从后面紧紧圈住我的腰，说冉冉，我们出去旅游吧。他的声音像是蛊惑，又像是恳求，找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想和你过2人世界。他埋头轻蹭我的颈，就1个星期，我求求你了。我重新回到家里，开始收拾行李。江源穿着睡衣站在原地挠头，姐姐，你二姨离婚，还要你回去帮忙啊？是的，江源有个不存在的女朋友，我有个不存在但命途坎坷的二姨。她经历了小孩留学、前夫车祸、跨国2婚、老公出轨等一系列事情。没办法，她小孩留学，老公出轨，老家也没个人，现在离婚总要有人撑场子。我不能和公司说我休假出去和男人旅游，只能和江源的姐姐说我要回老家办急事。就连室友江源这边，我也保持着同一口径。我和陆修远去了北海道札幌，他肉眼可见的快乐起来，还想给我拍纪念照片，我急忙用手挡脸，别，我不能发朋友圈，你也别发我。我跟江源说的是我回老家了，那不拍了，是我没考虑好。他神色有些萎靡，但入住酒店以后，他的状态又好了起来。确切的说，刚一进房门，他就紧紧地缠住我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们此刻的模样，真就像是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妻一般。他的温柔仿佛都要满溢出来了，甚至还把食物拿到床上来喂我。我好几次都忍不住想要问他，为什么不和我复合呢？可他却明显在回避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就在那最动情的一次，我用力抱住他，说出我好喜欢你啊这句话，他也回应说他也是。我沉默了好久，然后说道，陆修远，我们就到这里吧，我不能让自己这样一直下去。他立刻将我揽到怀里，与我五指相扣，目光深切地俯视着我，问道，为什么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我回答道，是我的问题。他又陷入了沉默，这沉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表面上装作平静，内心却快要被气死了。他低头贴上我的侧脸，说，我不介意你的问题。行啊，真行，他还真有他的一套。我回头看他，说道，你还不介意上了，连吃带拿，给脸不要是吧？陆修远眸光微微一怔，问道，你怎么又突然骂我？你说呢，陆医生？我想当你女朋友。我握住他的手腕，面色格外凝重。我想当你女朋友，我说的是中文啊，这怎么就不能理解呢？就好像要把中文翻译成外文一样困难。意思就是我喜欢你，希望你的女朋友是我。陆修远立即坐直了身子，往前凑近追问，那我呢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我心里暗骂，你是狼人，你是狗东西，
你是白嫖前女友的渣男，你当然就是我男朋友啊。他握拳抵在唇边，低头左顾右盼，陷入了沉思，说道：好，我懂了，那这是要从长计议，暂且不能让人知道，以免有损你我的名声。我这到底是哪个奸臣附了他的身？我得赶紧给他去挂号。我等了他好久，实在是不耐烦了，问道：你还没说你愿不愿意？陆修远回过神来，把我捞进怀里，在我的脸上接连亲了好几口，说道：我怎么会不愿意？我愿意死了呀，宝贝，你对我真好。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刚想要回吻他，就看见他眯起眼睛，咬着指甲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但是我们越想平稳着陆，越要徐徐图之，不能操之过急。真是个神经病。我说要发朋友圈官宣，陆修远坚决制止道：不要激怒他。我尝试沟通，谁？我们共同的敌人。神经病。我放弃了沟通，不要轻视对手。哈，我说他神经病，他却说会被做成 PPT 的。学医果然不能自救。回国了，最近我的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和前男友复合了。但是江雨安的心情却不太好，而且还和陆修远有关。姐姐，你上次说陆教授精神有问题，恐怕是真的，我现在也感觉到了。我倒是要听听我男朋友到底有什么问题。江雨安干脆拉着我坐在了沙发上，开始详细的叙述起来。陆教授最近上班的表现特别奇怪。事件一，江雨安在做研究报告，底下的老师都在夸赞江雨安年轻有为，是个好苗子。轮到陆教授点评时，他却说我24岁那年发表了2篇 SCI， 场面瞬间静止了3秒钟，众人尴尬的笑了起来。事件二，江雨安换了一辆新车，开着他姐姐新送的奔驰 S 去上班，大家都开玩笑说他是低调的富二代。陆教授从办公室门口经过，随意的瞟了一眼江雨安，江雨安就觉得不妙。后来陆教授开着迈巴赫来上班了，全院都陷入了沉默。5个副院长和院长轮番找陆修远谈话，说这造成的影响不好，可陆修远却死不悔改，还说我家里有点小钱。事件三，江雨安和陆教授搭话，听说陆教授近来最喜欢的聊天话题就是上周和女朋友去北海道度假。江雨安打算借着这件事来缓和他与陆教授之间的师生关系。他问道：陆教授，北海道有什么好玩的吗？陆修远却满脸防备，问道：你怎么知道的？江雨安反手挠头，说道：我听说的啊，不是说和女朋友玩得很开心。陆修远直勾勾地看着他，说道：你听错了，我没有女朋友，我单身。江雨安一脸疑惑。江雨安问我：姐姐，你说他是不是神经错乱？我嗤笑一声，说道：切，这算什么神经病，比陆修远在我面前的症状轻多了。这不明显吗？他对你有意见，看不惯你，不过你吊儿郎当的，看不惯你也正常。江雨安目视前方，面色凝重，说道：不，他不是对我有意见。我去冰箱拿了瓶水喝，江雨安却目光严肃地看向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他是对我有意思。我一口水还没咽下去，当场喷了出来，连忙扯过纸巾疯狂擦手，说道：你脑子有病是吧？你才精神有问题。陆修远直得不行，比你全家还直，你们学医的都有病，都给我去挂号。江雨安站了起来，说道：你先听我说完，我真不是造谣。事情发生在前天傍晚，江雨安要值晚班，陆教授正要下班，一层楼都没几个人了，四下无人。陆教授突然出现，问道：小江，你晚班？江雨安站起来，说道：对啊。陆修远移开目光，说道：那要熬到凌晨2点，实在是很晚了，还回家吗？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奇怪。江雨安顿了顿，说道：那不回了。陆修远低头看脚尖，说道：那晚上空调冷，你可以盖毯子。江雨安满脸问号，心想：不是吧，哥们，你这是越界了吧？他说道：谢谢老师关心。陆修远还站在那里，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说道：小江，你工作也很辛苦，上回你说你女朋友总和你吵架，你条件也挺好的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对象？江雨安警觉地后退了2步，说道：不用了，老师，我特别爱我女朋友。陆教授明显愣怔了一会，说道：那他要是不爱你呢？你也要缠着他吗？江雨安心里一阵无语，说道：老师，你还不下班吗？陆教授回过神来，低头咳了咳，悄悄打量着江雨安，目光闪过一丝心机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如果你以后遇到感情上的困扰，比如说女朋友要和你分手，都可以和老师多多沟通。江雨安一脸无语，陆教授满意的走了，背影都透着一股雀跃。江雨安还沉浸在那个意味深长的拍肩中，说道：完了，他想钱我。江雨安觉得陆教授看上他了，从而能解释所有反常事件，当众炫耀自己的学术成果，这是在展示个人魅力；开同品牌但更高端的轿车，这是在证明个人财力。专门在江雨安面前强调自己单身，而且总是偷看他，更别提那次近乎性骚扰的谈话了。江雨安啧了一声，说道：医学圈确实乱啊。我说道：我觉得不是圈子的问题，你脑子是不是太乱了？江雨安侧目看我，说道：其实仔细想想，每次陆教授撞见我都跑得可快了，可能是我长得太帅了。我说道：你确实是大帅哥，但是……江雨安让我别但是了，他有丰富的反击男童经验。他找了新买的腕表，站在阳台前伸手让我给他拍照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，配文：女朋友非要买来送给我，希望牛鬼蛇神远离我们的爱情。我真觉得他是多此一举，心想陆修远绝对是直男，
而且我们感情甜得要命。我正想问陆修远，他的消息就来了。我看到江源的朋友圈了，我总感觉他是发给我看的。我心里一惊，这确实是发给你看的呀，这可怎么解释呢？说他怀疑你是男同。我连忙回复道，没有，你多心了吧？陆修远立刻3连质问，是我多心吗？你是不是哄我？为什么他还能收到礼物？我头发都抓掉了几根，说道，他女朋友送的啊，不是。你总关注他干什么？我都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，这可真是太迷惑了。陆修远严肃地说道，你不明白吗？玻璃都映出你的影子了，你帮他拍的照片，你明知道他骂我，你还给他点赞了，你真的想让我当你男朋友吗？我稍微思索了一下，似乎看到了一点线索，说道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就帮江源拍个照片而已，难道我会相信你们只拍照片吗？好吧，我是知道他骂你，但他说是你前天先找他说很奇怪的话，他脑子也不好。我说你不是那种人，他还不太信，才发朋友圈的。点赞是随手点的，那我去取消了。确实是我的失误，怎么能给骂我男朋友的朋友圈点赞呢？陆修远发来一条语音，声音听起来偷偷摸摸的，我真的没说什么，就说了2句话。他和你说了吗？你生气了？我努力思考了一会儿，我生什么气啊？我当然相信你，不过你要和江源离远点，他脑子好像有问题。陆修远发了个可爱的表情包，白色萨摩耶的小狗坐在地上重重点头。我对着手机屏幕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怎么这么乖啊？江源正好看见了，说道，姐姐，你又在被人钓。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别胡说，我在谈恋爱。江源疑神疑鬼地坐到我身边，就那个利用你的。我不悦地看了他一眼，不许你这么说他。我往右歪头，弯了弯唇，我已经搞到名分了。他打量了我一会儿，那怎么不公开？他不让我公开。江源叹了口气，站起来俯视着我，姐姐，我现在是真想和你谈了，感觉你能把这房子过户给我。陆修远也发朋友圈了，配图是道家八卦，文案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朋友圈？我给他点了个赞，他却让我快点取消。江源一拍大腿，看到了没有？他是在暗示要给我当小三。我看江源的症状似乎更严重了，我认真的给陆修远打预防针，你上班和江源保持距离，我怕他造你的黄谣。陆修远说他不怕，大不了辞职再出国发展，移民永居。我无奈的扶额，这还叫不怕呀？江源下班开心不已，他的朋友圈警告似乎很有成效。陆教授连迈巴赫都不敢开了，又换回宝马5系了。偶尔狭路相逢，师生四目相对，陆教授都会移开视线，默默自行回避了。江源面上很冷漠，哼了一声。江源的表达能力真的很浮夸，把陆修远描述的像是心里有鬼。而我最近和陆修远也经常见面，他绝对是直男，我都没怎么聊他就已经很直了。他还想要搬来和我同居，暗示我让江源赶紧离开。我在他怀里闭眼小憩，快了，就这2个月的事了，我肯定和他说搬走的事。再过1个多月，江源的租约就到期了。陆修远低头认真地说，我等你。我把脸埋在他怀里，轻轻地笑个不停。今天休假，我准备给男朋友一个惊喜。陆医生，我挂到你的号了。陆修远，可我今天不出诊。我知道啊，有位特殊的客人就在你办公室门口。我很久以前就想和陆修远玩这个来着。门从里面打开，陆修远慌乱地把我拉进房间。你怎么敢来医院找我的？他这是什么话？我淡定地坐下来，睨了他一眼。陆医生，天天跟做贼似的，你在外面还有别的女朋友？陆修远坐到了我面前，紧紧地注视着我，长叹了一口气。你说呢？我已经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寡廉鲜耻了。他总是不情不愿的。算了，不管他，我就喜欢强扭他的样子。我身体前倾，眉头微蹙。陆医生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帮我看看。陆修远可能是知道我的德行，表情敷衍的配合我说吧，哪儿不舒服？我做作的哼了一声，腰也疼，腿也不舒服，使不上劲。陆修远冷漠的抬眼看我，用钢笔指了指胸牌。哦，我是内科医生，你换个人看吧。我心里清楚，他根本不跟我认真玩。我往前凑近，靠在他的办公桌上，说道，陆医生，我还没说里面呢，里面就更不舒服了。陆修远将手指按在额头上，满脸无奈的看着我。我的台词是不是不重要？我不耐烦的轻啧一声，你是正规医生吗？怎么不问我哪里不舒服？陆修远被迫无奈，只能问道，哪里不舒服？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里面特别想你，陆医生。那钢笔突然从他手中滑落，哐当一声砸落到桌上，又咕噜噜地滚落到地上，发出慌乱的声响。陆修远已经愣住了，他偏过头去，耳垂通红通红的。我已经很喜欢你了，你别勾引我了，我不可能在医院和你乱来的，我也就是随口说说，过过嘴瘾罢了。我就是来看看你，可能打扰到你看文献了。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，边站起来边说道，对了，江源呢？也和你在一层吗？陆修远以为我要走，也跟着站起来，表情焦急，却答非所问。他没有独立办公室。我不理解，实习生当然没有独立办公室了，那我也可以和他打个招呼吧。我在他办公室里晃悠着，不经意间与他的目光交汇。陆修远单手撑在桌侧，正朝我望过来，目光中透露出缱绻而克制的情绪。你不是说来看我的吗？他竟然在撒娇，我的心瞬间漏跳了一拍。陆医生，
现在能给亲吗？陆修远的回应竟然是给亲。他坐在沙发里，抱着我的腿，压在我身上亲吻起来。这人好像很容易被调教呢，但我真的很容易对他得寸进尺。陆医生，别欺负我不懂，这是在治病吗？我用手推开他的下巴。陆修远面色隐忍，眼中透出难耐的神色。当然是。他只盯着我，喉结滚动，发出低沉的喘息声。你病得很重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抓住他的衣领，凑得极近，盯着他的眼睛。可医生，你都没有对症下药。陆修远心虚地垂下眼眸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动手去摸他的头发。我想知道，陆医生接诊够不够认真？可以重复一下我刚开始说的症状吗？陆修远垂下眼睫，侧头试图回想，应该是想起了什么。他的脸瞬间烧得滚烫，紧紧咬着下唇，一言不发。陆修远真的挺可爱的。我用指尖轻轻敲着他的胸牌。看来教授不善言辞，但肯定都记得，是吗？陆修远如逢大赦般地点点头。我朝他挑眉眨眼，那往下亲吧。陆修远沉默了。就在两个人亲得沉迷的时候，敲门声突然响起。陆教授，我是江宇安，过来交报告。陆修远猛地睁开眼睛，从我身上起来，很快脱下外套，双手拢到我身前，整个人如临大敌，那模样就像被捉奸的奸夫。他双手握着我的肩，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，说话时轻轻喘气。我们怎么办？我抿着唇，无语地看了看他，又低头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再次看向他。不是，你真的很奇怪。你让江宇安进来就行了。他年轻冲动，万一打我呢？他好像很害怕江宇安。我没好气地把外套扔到他身上。他为什么要打你？你是老师，他是学生，就因为你上班时间和我接吻，就你上次骚扰江宇安，他都没打你，他脾气那么差吗？陆修远似乎看出我不开心了，他利落地穿起外套。我脾气也很好。那他真要打我？他语气坚定。我就让他打。我真服了，他不会打你的呀。我去开门了。这样遮遮掩掩不开门，别人才会觉得我们有鬼。陆修远跟在我身后。你真聪明。自从和陆修远复合以后，我的双眼皮都好像变宽了，天天翻白眼翻的。陆修远抢到我身前，将手搭上门把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在酝酿情绪。然然，你记得保持沉默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懂，我保持无语就好了。江宇安看到我后，依旧满脸惊讶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连报告都掉落在地上。姐姐，你怎么在江老师这里？陆修远显得有些不自然，轻咳一声，说道：嗨嗨，你别误会，他在医院迷路了。我在心里暗骂，这人真是有病。江宇安肯定不会相信他的话，而且他对陆修远充满了提防。江老师，你当我是傻子是吗？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还敢找我身边的人？你非要我举报你是吗？陆修远羞愧地低下了头，对你造成的伤害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江宇安根本懒得听他解释，趁机朝我招手，快过来，姐姐。我一脸疑惑，我依然站在原地，继续旁观着，就像一个刚开智的山顶洞人。陆修远将头埋得极低，双手攥成了拳头，声线微微颤抖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移民？瞬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息，气氛安静了几秒钟。我陷入了沉思。他在问谁？呸！不要脸！江宇安拉着我就跑出了便利店。陆修远站在原地，没有追过来。江宇安和我在便利店喝着酒，你看，你还不相信？他都邀请我出国移民了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我想不通啊！你知道你进来之前他在干什么吗？江宇安喝了一口酒，在跟你打听我。我摇头，他在和我接吻。江宇安猛地伏在桌上，一口酒全喷到了我的脸上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闭了闭眼睛，扯过桌上的纸巾擦了擦脸。我靠，你们是什么情况？我皱紧眉头，语气也变得犹豫起来。他是我男朋友啊，我们好了一段时间了。之前我半夜出去就是找他，那个男人就是他，他人模狗样的，怎么这么渣啊？江宇安由衷的感慨。有女朋友还？你别造谣了，他比你都直。我站起来打断他的话，把纸巾扔到垃圾桶里。我总感觉我们三个有很大的误会，只是我找不到头绪。江宇安双手抱在胸前，生气的对我的话充耳不闻。这种男的都能追到你，我真服了。我双手撑在桌沿，没好气的问他，怎么，你也喜欢我，是吗？江宇安脸色停滞，歪起头看着我，笑得很无奈。不明显吗？这是……我一时怔住了，这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我不知道你是认真的，毕竟你说话跟开玩笑似的。我以为……江宇安长叹了口气，语气颇为嫌弃。算了，也就刚开始对你有点意思，但你老玩手机，谁教你和异性同居，老玩你那个破手机的？后来我工作突然很忙，你又和前男友搞到一起，我不敢提及我在网上勾引前男友的事，只是咳了咳。听你这么说，你不喜欢了，也很合理。江宇安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主要你对我不感兴趣啊。江宇安开始数落我的罪状，比如说趁他累得睡觉了，跑出门找男人，比如说他上夜班回来，发现我不在家，这些都是我无视他这个大帅哥的证据。我也是极其无语，我们只是室友，这话让你说的好像我偷人去了。我突然停住了，脑子里闪过一道白光，微微眯起眼睛。等等，你在医院有说过你女朋友是谁吗？
江雨安正在看手机，没说啊，都不存在的人，说多了不露馅吗？我沉默了一会，你说，我低低的抬眸看着他，每个字都挤得很犹豫，有没有可能他以为你女朋友是我？江雨安抬头看我，直接愣怔住了。我咬了咬唇，我记得你请假睡懒觉，你说你女朋友生病来着，然后陆修远准了你的假，他还来看我了。江雨安往后靠着椅背，把手机一搁，连腿都伸长了。那他还是个人吗？我上班那么辛苦，他都看在眼里，他居然想要绿我。我们都陷入了沉默，好像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他只是以为他没有绿你，他已经绿了，精神层面上的。江雨安情绪激动，每句话都说得咬牙切齿，把我叫去开会，自己请假了，给我女朋友送粥，让我空调冷，多盖毯子。他回家抱我女朋友，他真是不要脸啊！我都不敢提及我和陆修远还旅游了1个星期的事。江雨安已经骂了陆修远半个小时，直到他收到了陆修远发过来的微信。对不起，我准备辞职了，我会在1个月内出国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公开道歉，你也可以向我主张赔偿，希望你不要责怪他，因为是我鬼迷心窍，总是纠缠他，再次表示对不起。以上这段话你可以曝光，但希望你保护女方的隐私，我会尽我所有满足你的条件。江雨安怔愣地看着我，江老师说他要辞职了。什么？我心中大惊，天哪，事情真的搞大了。我和江雨安赶紧打了一辆车，心急如焚地往陆修远那里赶去。江雨安的嘴还是那么欠，哟，打成默认地址就是啊。我们敲了好久的门，都没有人来开，我直接输入密码进入了房间。江雨安无语地说道，你有密码，你搁这演我是吧？我真是服了他，他太有代入感了。进门的时候，陆修远正在收拾行李，他站在客厅里怔怔地看向我们，眼睛都有些泛红了。你是要打我吗？陆修远问道。江雨安居然犹豫了，可以吗？江雨安附耳过来和我小声说悄悄话，我可以打完再和他说真相吗？趁机白打他一顿，我也开心。我无奈地看着他。陆修远微微抬头，走到客厅空旷处，低头动手摘下腕表，随意抛到了黑灰色的沙发上。那你动手吧，我不会反抗的。明明他是要被打的人，可他看起来却依旧那么帅。不敢想象，如果我在床上听到他说这句话，我肯定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。陆修远转而看向我，无奈地弯唇，然然，你去书房避一下。江雨安看我没有反应，偏头看我在想什么，轻轻哎呦了一声。姐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要打架了呀？我不好意思地移开目光。江雨安则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我就不信，真被打了还能这么帅。江雨安走了过来，伸手推了下陆修远的肩膀。陆修远被推得身形晃动，脚下却仍坚持站着不动。他偏过头去，垂下眼眸，面无表情。啊！我心疼坏了，你不许打他！我跑了过去，陆修远干脆把我揽在怀里，和江雨安四目相对。江雨安，你也看出来了，他根本不喜欢你。他要是喜欢你，我也没有机会。你们分手吧，我可以补偿你，钱也可以，资源也可以，只要你把你女朋友让给我。江雨安目光复杂地看着他，双手撸起袖子。我不要钱，也不要资源，我就要打你。你是说，你只要打完我，你就和他分手吗？陆修远面色坚定，不躲不避。差不多是这意思吧。江雨安握紧拳头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紧急调停矛盾，都住手，要打我来打。我真的很想打陆修远，刚才他被江雨安推搡那一下，都让我看爽了。江雨安嫌弃地看我，我狠狠地瞪了回去。陆修远低头看着我，目光专注，他捉住我的手，指尖划过我的掌心。你打我，他能承认吗？这算是惩罚吗？江雨安作为围观群众，已经是生无可恋了，怎么不算是惩罚呢？对我的惩罚，我握拳重咳，暗示江雨安。江雨安敷衍道，算，赶紧吧，我要回去上班了。他迟疑了下，算了，也不着急，我领导在这儿呢。陆修远为了方便我打他，特意坐到了沙发上，减少我们的身高差。我站着，他坐着，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微微眯眼，勾了勾唇。我打人耳光，可是很疼的。陆修远抬头笑了，没事，我不怕疼。我往前弯腰，轻声盯着他，五指并拢，连拍2下他的脸，把眼睛闭上。陆修远盯着我的眼睛，眸光流转，不自觉的低头，被我制止了。不许低头。他抬起下巴，听话的闭眼，睫毛不自觉的轻颤。我扬起手，高高落下，带动一阵风。陆修远将眼睛闭得更紧。我低头，忍不住抿唇笑了起来，捧住他的脸，轻轻贴上了双唇。陆修远怔愣的睁眼，我笑着歪头去看他。我打完了，你是我男朋友了，疼吗？陆修远瞄了江雨安一眼，看到对方情绪正常，才定定地看着我。疼。我笑得不行，扑上去抱住了他。不远处的江雨安，实际上经过这样一番对比，能明显看出他刚才下手的力度着实有些大了。那一下简直把陆教授的脸都给弄得不成样子了，腰间被人紧紧环着。我挽住陆修远的胳膊，陆修远则面色复杂地看向江雨安。江雨安刚才还想着要逃跑，却被当场叫住。此刻他显得十分尴尬。江老师，我没有女朋友，我在外吹牛的，
我就是虚荣心太重了。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从来不提你女朋友。陆修远冷冷地看着他，补上后半句话，除了请假。真相就这样渐渐清晰起来。江宇安握拳轻咳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不计较你绿我了。陆修远开始现场进行教导，捏造事实，欺骗老师，朋友圈也是假的。你能不能把心思用在正途上？就前几天写的论文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你在走廊碰见我，就恨我一声。再说，你不是她男朋友，你动不动给我脸色看。我和江宇安面面相觑，彼此都心照不宣，绝对不能将这个秘密说出去，就让他烂在心里吧。我扯了扯陆修远的胳膊，陆教授，你就让你学生走呗，他该回去改论文了。我凑近他耳边，轻声说道，我今天休假呢。陆修远转过身去，低咳了一声，语气变得正经起来，小江，你回去吧。江宇安无奈地走了。陆修远躺倒在沙发上，将手搭在自己额头上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天哪，我居然以为我在当小三。我转身爬过去，撑起手肘看着他。那陆教授的小三很成功，我今晚都不想回家了。陆修远平躺在我身下，缓缓抬眸与我对视，薄唇轻启。你很喜欢玩弄我，是吗？我心中一慌，准备起身逃跑。陆修远单手捞回我的腰，用力往下一拉，让我不得不趴在他身上。跑什么？又没说不让。他垂眸俯瞰着我，突然笑了起来。感染，你以前能和我谈2年，肯定闷死你了。我本以为他会指责我，没想到他低下了头，唇角勾起一抹弧度，伸出手来与我五指相扣。现在我抓住你了。婚后的某一天，程依然突然发现男朋友在某女性社区竟然拥有几万粉丝，还有人在不断催促她更新小三后续。程依然一脸疑惑，半年不联系的前女友找我去装双人床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是他主动追求我的，我长得也还过得去，但后来他却和我分了手，可能是他对我腻了吧。我实在不明白他所说的能睡他的床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就如图所示，女生会对前男友说出这样的话吗？看了大家的评论后，我还是决定去一趟。后续的发展简直一言难尽。他并不是想和我复合，而是想和我发生那种关系。我还看到了他的新男友，竟然是我的学生，除了年轻之外，简直一无是处。他说我就是个负责安装床的，别再猜测评论区的内容了。我真的不喜欢他，我拒绝了他的勾引，之后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爱情，不过一想到这件事我就生气。我辛辛苦苦安装好的床，他们俩竟然在上面。我拒绝了他，他就去和男朋友做了2个小时。就是那个安装床的前女友，夜里给我发了一些很奇怪的微信。我再次拒绝了他，他去找她男朋友了，还故意跟我说不能回消息了。可能这就是他的激将法吧。关于评论区的高赞回复，是我又把他从黑名单放出来了。要是一直拉黑的话，会显得我很没出息。后续的情况是他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，他确实是和她男朋友做了那种事。我还打了视频电话过去，一眼就看出他们刚完事，还在洗澡。我假装答应他，他却也不肯出来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？他当初到底是怎么追到我的？追我的女生真的有很多呢。没后续了，别蹲了，我又不是闲人，我还有工作要忙呢。最近这段时间更是特别忙。为什么评论区总说我会给她男朋友穿小鞋？她男朋友是我的学生，当然要和我保持统一的上下班时间。我对他没有任何意见，如果我看他不顺眼，我会拒绝他的女朋友吗？他是他，他女朋友是他女朋友，我只是他的老师，我又不是什么小三。他又想约我去酒店，真的是。前女友又一次出现了，给我发了极为露骨的消息。当时我正身处电梯之中，而她的男朋友就在我身后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跳仿佛都停止了。我急忙让她去找她的男朋友，可她却坚持说她只想要和我。看来之前那所谓的2个小时根本就没有任何质量可言。之前那些说我的人，现在可以出来道歉了吧？我真的很担心她男朋友会找我麻烦。后续的情况是她并不想分手，只是单纯贪图我的身体吧。此刻我还在熬夜修改她男朋友的论文呢，目录和正文都对不上了。她到底喜欢她男朋友什么呢？日记结束了，原来我不是小三。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女朋友还编一个女朋友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都怪江宇安，他天天赚什么呀？谁让他和师娘同居呢？不过既然我不是小三，那为什么程依然总是对我那样？